大家好，欢迎回到松说新语。昨天啊，中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西南电子科大呀，它的联合论文啊，在知乎上引起轰动啊，当然争议也很多，是吧？不过要说 LK99 的热度呢，那是可以说又起来了啊，我又可以吃瓜了。实际上啊，昨天还有一篇 LK99 的论文是火速出炉。为什么说火速呢？牛建渣 team 啊是12月16号投稿，昨天发的。而这个论文啊是2023年12月19号投稿，也是当天发的。看来这个事儿啊还是有权重的啊，不知道是对方机构的权重呢还是个人的权重。因为作者啊有一个老熟人 Griffin， 没错啊，就是那位理论研究 LK99 的第一人 Griffin 博士啊，劳伦斯研究所的这个这次论文的作者啊是合作论文啊，包括呢 Alexander C. Taylor 是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以及这个 Griffin 啊就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以及Alexander V. Balatiski 啊，他是也是和一座是一个单位的，包括康涅狄格大学物理系啊，他们都是资深的超导的理论研究者。那我们这次呢就完整的读一下论文。为啥可以读论文呢？因为论文篇幅比较短，后续啊我们会和作者的前面几篇论文做对照。什么事啊都怕核定本，真的真相都写在核定本里边啊。所以啊你在网上大放厥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个动作叫截屏。好吧，我们看一下论文啊。我们看论文题目叫铜取代铅磷灰石中的电子生子耦合啊。我们看摘要啊。最近啊，有关铜取代铅磷灰石的，就是通常称为 LK99 的化合物啊，在室温和正常大气压力下实现超导性的报道，引发了大量的理论和实验研究，以了解它的性质。由于电子生子相互作用是超导性的常见机制，计算 LK99 中的电子生子耦合强度啊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本文中呢，我们对提出的 LK99 化合物中的电子生子耦合强度进行了比较。我们的研究结果呢与这样的结论一致：如果电子生子相互作用作为机制的话， LK99 不太可能是室温超导体的候选材料。我们看简介啊，实现室温和正常大气压条件下的固体超导系统通常啊被认为凝聚态物理学的圣杯，因为这样的发展啊将对现代技术产生巨大影响。最近几个月中啊，铜取代的铅磷灰石啊，通常称为 LK99 的化合物被提出，可能支持这种现象，导致了广泛的理论和实验工作，以更好的理解它的性质。一项后续的理论研究在考虑了铅磷灰石中两种不同的铜取代位置，标记为铅1和铅2后，那么计算了 LK99 的体态结构。引用3啊，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演示了在费米能级附近存在近乎平的频带，这种频带的存在增加了费米能级处的态密度，增加了高温超导性的可能性。在过去几个月中啊，很多有关 LK99 电子态性质的问题被提出，额外的研究啊以惊人的速度和细节被发表。引用4到10啊，提供了证据表明 LK99 不是高温超导体。在这些研究中啊，我们注意到只有一项工作直接检查了电子生子的耦合强度，就引用11，这是可以预期的。考虑到这种量的值的计算需求，以及许多可互动的就 DFT 软件包啊，在为组合分子指定的一个非零的哈伯 U 值的时候，不能计算电子和生子的耦合强度。在参考文献11中啊，基于第一性原理计算了铅在2位点铜取代的这个 LK99 的电子生子耦合强度，没有考虑到哈勃的 U 的加入。结果表明啊，该耦合相互作用较弱啊。即使不考虑铜的哈勃 U， 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结果，因为电子生子的相互作用啊是实现超导性的最常见途径之一。因此啊，这是需要计算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量，应在可能的铜取代铅磷灰石的组成中进行比较。在这项工作中呢，我们遵循了一个最近建立的协议来计算电子生子的耦合强度 lambda 的替代物。那这个替代物涉及仅在
伽马点计算电子生子耦合。在参考文献11中显示了这么一个拉姆达的公式啊，这个公式的意思是呢，材料的总体电子生子耦合强度拉姆达与它在伽马点的电子生子耦合强度拉姆达伽马成正比，比例系数呢是 F 啊，这句解释是我说的啊，不是论文内容。其中啊，对于材料的系列来说呀，估计 F 是为一个常数是合理的。那参考文献13中进一步表明啊，这个拉姆达伽马的量级呢，通常足以区分可能支持超导性的系统和极不可能的系统。因此啊，我们计算了同取代前一位点的 LK99 的拉姆达伽马，允许直接比较组成之间的区别。我们的工作呀，发现拉姆达伽马的量级是很小啊，且在不同组成之间大体相当，这就使得高温超导性成为不太可能，但低温超导仍有可能。所以论文的结论呢是这样的，在这项工作中啊，所有基于密度函数理论DFT 第一性的原理呢，都使用了Quantum Espresso 软件包进行的。就是引用14到16，交换相关式利用了 PBE 参数化的广义梯度近似 GGA 在每一种情况下，原子位置和晶格参数都是从参考文献3中获取的，原子位置和晶格参数随后被松弛，直到每个原子的最大力小于1乘以10的负5次方这个电子的生子耦合强度利用 Quantum Espresso 软件包中实现的DFT 来确定。鉴于 LK99 被提出可以在室温实现超导性，自旋轨道耦合被忽略了，使用了一个8×8×6的Moncost Pack 中的 K 点网络以及520电子伏特的平面波截止值。在这些计算中我们忽略了对铜的 Hubbard U 的加入，这确实会影响计算出的值。那铜取代铅磷灰石中属于它这个晶格属于 P63M 这个空间群那么铜取代前后的结构细节可以在参考文献3中找到。那图1中显示了2个不等价的铅的位置点，就我们一开始这个图标记为呢铅1和铅2铜的取代位置。铜取代后各化合物的松弛结构如图2所示。图2所示。关于晶体结构体态结构和更多信息，我们引用读者参见文献3、4、6和10那图2就显示了这个 LK99 中铅1的位置点被铜取代，在伽马点获得的生子模式。我们立即注意到当 x 等于0的时候，没有负频率模式的存在，表明该化合物动态稳定。相比之下在 x 等于这个 OH 时可以找到负的生子模式。虽然这可以只是动态不稳定性，但更可能的是通过施加更严格的收敛值来松弛结构，这种负的频率模式将会消失，这将带来计算挑战。因为氢原子的质量轻它的位置可以在最小影响结构能量的情况下轻易调整，从而减慢收敛速度。计算获得的费米能级处的这个伽马点电子生子耦合强度随着计算中使用的模糊值函数关系，如图3所示这个图3。为了计算每个化合物的拉姆达值，我们利用参考文献11中的铅2位点的铜取代铅磷灰值得到的值，然后我们计算 F 其中呢 F 等于 3.5， 约等于 3.5。 那参考文献13中的拉姆达伽马值呢，是通过在图3中显示的每个模糊值下为相同的化合物计算拉姆点这个伽马点处的这个电子生子耦合得到的。使用这些结果我们确定x 在等于氢氧根和 x 等于氧处的这个铅1位点的铜取代的拉姆达，结果放在了表1中。虽然量级不够小到可以排除低温超导性，但计算出的电子生子耦合强度与已知的常规高温超导体，比如像高压水合物可以获得的这个拉姆达约等于6
相比呢比较弱，因此我们假设我们考虑到所有组成中的电子生子耦合不足以解释可能的高 Tc 的超导状态。那在参考文献11中啊，计算铅2位点铜取代的 LK999的超导关键温度小于 2K， 鉴于当前结果呀，铅1位点取代应获得类似值。所以结论呢就是电子生子耦合在铅1位和2位点铜取代中比较小，表明如果 LK99 是高温超导体的候选材料，极不可能电子生子相互作用的是这个机制，但可能是低温超导的机制。该结论啊与当前文献得出的一致，即很难实现原始作者提出的室温正常压力下的超导。此外啊，还有证据表明本研究中未考虑的磁配置可能是稳定的，这进一步限制了高温超导性的可能性。我们希望不久啊可以获得 LK99 材料中的实验电子生子耦合数据，为本文中预测的值提供背景。那这个论文到这儿就结束了啊，我们看一下引用啊，因为这个话题到现在啊就是回锅菜了啊，重新分析这个火候是吧？所以根据论文的参考文献顺序啊，前10项的参考文献的以及它的重要性介绍如下。第一项呢就是李世培的他的原始的论文，他最初报道了 LK99 啊可能在室温和正常压力下实现的超导。那第二个引用呢还是他这个李世培这个论文，其实就是抢发的和后发的这个论文。第三篇呢就是 Griffin， 就是这个作者他发的应该是理论研究 LK99 的第一篇论文，就是他最早的时候他计算了 LK99 2种铜取代电子位置的电子结构，也是这篇论文的计算基础。第四篇呢是Cabezas Ascaris 他的这个 archive 论文提出质疑 LK99 室温超导的可能性。第五篇呢是国内作者的论文，那么他们也对 LK99 的室温超导提出质疑。第六篇呢应该也是国内的论文，计算不支持室温超导第7篇呢也是中国的论文，计算发现磁态更稳定，不利于超导。第8篇呢是Crotin 也是这个不支持室温超导，但是发现了稳定的这个所谓磁态第9篇呢也是一篇说 LK99 不太可能是室温超导的论文。第10篇呢是中国的国内的一篇论文，他说找到了这个磁性电子态，也不利于超导。总之我们看到很多呢都是中国的复线研究者的论文。那好吧，这一期也是纯读论文他说什么呢？低温可能超导后一期呢我们会和 Griffin 的论文以及其他专业科学家的意见给大家再好好唠唠。那么我跑个题这个关于这个刚才这个地图里给大家看到的这个论文的作者呢实际上是包括康州的那么这个康涅狄格大学就是康涅狄格州有孩子，特别是女孩子留学美国的可以考虑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比较保守，是传统的这种价值观，起码你可以保证孩子在上厕所的时候呢，不会闯进来一个男的，是吧？开个玩笑那好的，再会，拜拜。